叶晨随口一句，让刘曼琼紧张至极。在他看来，叶晨怎么可能是这10几个人的对手？这些人一看就是洪文的人，个个杀人不眨眼，真动起手来，叶晨8成是要没命的。而这帮壮汉眼见叶晨这时候还站在装逼，一个个面露狰狞。钟子韬这时候一脸轻蔑地说道：好小子，你他妈还真的带种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不忘在女人面前装逼。叶晨笑道：谁死到临头还尚且未知，就你找来的这帮虾兵蟹将，在我眼里连狗都不如。对面壮汉中为首的一人顿时怒吼道：妈的，我们是洪门的人，你竟然敢对我们不敬！叶晨淡淡道：怎么说你连狗都不如，你还不服？那壮汉身边的小弟怒骂道：操，乌鸡哥是我们洪门的双花红棍，你还不跪下磕头认错？叶晨不屑地笑了笑，原来是只乌鸡，果然是狗都不如。乌鸡哥仿佛遭受奇耻大辱，指着叶晨歇斯底里的吼道：我他妈杀了你！话音刚落，他立刻冲向叶晨，重重一拳直奔叶晨鼻梁猛砸过来。他是洪门当家的双花红棍之一，个人实力很强，在港岛打过很多场地下拳赛，胜绩超过1半。在他看来，自己这一拳就足以把叶晨打翻在地，血溅当场。而他自己不但可以用实力让叶晨为刚才的言论付出血的代价，也将因为开了头炮而在钟子韬面前夺得头功。可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与他的预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。叶晨嘴角含笑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，只是开口道：身上纹了几只皮虾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？话音刚落，乌鸡哥的拳也到了。一直没有任何动作的叶晨忽然间打出一拳，直接朝着对方的拳头迎面撞去。这一拳快如闪电，现场根本没有人能看得清。瞬间之后，随着轰的一声爆响，便听见一连串如同竹竿整个劈裂的碎裂之声，以及那个男人杀猪一般的嚎叫。他的整条手臂此时已经完全粉碎，而他的表情已经因为痛苦而极度扭曲。反观叶晨，整个人一脸轻松，仿佛刚才那一拳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一般。眼见那乌鸡哥疼得眼泪滚滚而落，叶晨不由嘲讽道：双花红棍就是这个实力，你要是一条狗，连屎都吃不上热乎的。这一下全场一片骇然，谁也没想到实力最强的乌鸡哥竟然被对方一拳给废了。钟子韬吓得后退2步，对其他人大喊道：一起冲上去干掉他，我给你们1000万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其他人虽然被叶晨刚才的表现惊得目瞪口呆，但听到钟子韬开出1000万赏金，他们便立刻一窝蜂地朝着叶晨冲了上来。他们觉得叶晨就算个人实力很强，也一定不可能打得过10多个人，所以大家只要齐心协力，就能一夜暴富。此时冲在前面的那个人飞身一跃，一脚飞踹直奔叶晨面门。按照他的设想，这一脚绝对能把叶晨踹趴下，剩下的弟兄们只要能够及时冲上来乱脚猛踹，别给叶晨反击的机会，就足够把叶晨打个半死。只见叶晨不退不躲，反而是忽然伸出手来，双手猛然抓住了他飞过来的那条腿。紧接着他便感觉自己的整个身体都瞬间在空中停滞，猛冲过来，一跃而起的惯性仿佛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简直违背常理。就在他僵持在半空中，整个人不明所以的时候，叶晨看着他冷声笑道：哪里来的狗，去你妈的！说罢，叶晨双手用力一抡，
那人便直接被叶晨当成半月弯刀一般抡了出去。而剩下的人只想着赶紧把叶晨放到猛踹，所以一股脑冲上前来，正要进攻，哪想到刚才率先一步飞身出去的那位兄弟，一下子把自己变成了叶晨手里的武器。只见那人被叶晨抡出去1个半圆，直接把冲上来的这帮人砸得人仰马翻，一个个从叶晨身边倒飞出去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巨大的力道砸得他们一个个多处骨折断裂，完全没有任何起身反抗的机会。而被抡出去的那个更是惨不忍睹，一个人抡倒一片的代价就是他自己身上只是一瞬间便有了多处骨折，被抡出去的那一侧肋骨几乎断了个一干二净。这时候无论是叶晨身后的刘曼琼，还是叶晨对面的钟子涛，都看得瞠目结舌，仿佛眼前这一切都是幻觉一般，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钟子涛都吓懵了，做梦也没想到10几个人打一个，非但没有任何胜算，而且一共就坚持了2个回合。叶晨这时候看向钟子涛，冲他招了招手，说道：“来吧，钟少爷，咱俩聊一聊。”钟子涛吓得转身就要逃，可刚跑出2步，便感觉脖子一紧，脚底下已经踩不到地面了。再一扭头才发现叶晨已经追了上来，一把抓住自己脖颈处的衣领，把自己整个提了起来。他瞬间惶恐无比地说道：“大哥，饶命啊大哥，我们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啊大哥。”饶命！叶晨冷哼一声，抬手便一巴掌狠狠抽在他脸上，抽得他眼冒金星，连后槽牙都掉了好几颗。钟子涛被打得头晕目眩，含糊不清地哭喊道：“你敢打我，你！”话没说完，叶晨反手又一个耳光抽过去，冷声问道：“我打你怎么了？你不服气？”钟子涛怒不可遏：“我是钟家大少爷，我是。”啪！叶晨又是一个耳光猛抽过去，冷冷道：“钟家大少爷是吧？我打的就是钟家大少爷。”几个耳光打过去，钟子涛满口的牙齿几乎掉光，他的整个脑袋也被打成猪头，眼睛肿成了一条缝。他做梦都没想到叶晨竟然这么狠，完全不把自己的身份放在眼里。愤怒、委屈与不甘使得他一边哭一边含糊不清地放出狠话：“你等着，我爸还有我干爷爷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”叶晨冷声道：“没事，就算他们不来找我，我也要去找他们。”说罢，叶晨看着他微微一笑，开口问道：“对了，刚才好像有个人挺狂的，一会儿要干这个，一会儿要干那个的，是不是你？”